我们工作室的理想ONE和极氪001，那就是大和更大。但凡塞车或者是路况不好，就血压飙升，心率爆表。在深圳这种城市开车，真的是车越大头越大。尤其是我之前回了一次南山，你看看这停车场的大小，是真的不想开车。所以我对小车就特别的感兴趣。和小伙伴讨论了一番之后，bingo。来。第一次看到这台车是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，以前我以为的改装是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。来到宾果这儿才知道，改装还能是这样，还有这样，那不赶紧拿来吧你！别说啊，刚到手的几天我还真挑不出啥毛病。一是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小，平时要到好几手的地方，这台车我有信心一把过。而且该说不说，咱们工作室楼下还有一个微型车位，简直就是我的专属车位，好吧？二是因为这台车也太好看了吧！相比海鸥那锐利的线条，我还是更喜欢宾果的圆润路线。你看它全身上下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尖的，跟我们小伙伴的 Smart 是一样的。但是它跟 Smart 那种有点憨憨的可爱又不同，它在该有精气神的地方还是很有精神的。除了小钢炮上面常见的尾翼设计，我发现它的尾门这里居然还藏了一条微微凸起的折线，是不是有一点小鸭尾的感觉？再比如车灯里面 X 型的 LED 灯带，尾灯也是同样呼应上了，就感觉这种点缀非常适合小型车，非常的提气啊！而且这种小小的车感觉还挺适合我的。但是更离谱的是，这么可爱的车居然不是样子货，开起来的感觉直接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了。原来这样一台看起来这么不正经的车，开起来别说是像模像样了，简直可以说得上是好开。虽然这台小车只有68匹马力，但是因为是电机发力，开起来是非常轻快的，随便抄几个雷不在话下。要是按下这个 ES 按钮，其实加速也不会更快，最多就是油门响应快了点。关键是车身短小又不重，才1.2吨，操作起来就感觉像是用着 iPhone SE 一样，每一个边边角角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我立个 flag 啊，这车我用起来可不了一点，甚至它的滤震也还不错，除了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共振，绝大部分的时候真的像模像样的。如果我要找茬，它的换挡旋钮居然能无限旋转，每一次换挡的时候我还得看着它是不是换到那个档位了，到底是哪个？确认感不太好，方向盘呢只有2个条条，有几次我忘记还原到居中了都没有发现，差点就直接上墙了。而且手感也有点奇怪，又轻又重的，有一种游戏方向盘的感觉。油门也比较靠右啊，副驾如果姿势奇怪一点，说不定还能帮我怼一下油门。回到其他的地方，50的设计师真的很聪明。举个例子哦，哼，我就知道。他们在钢制轮毂上面套了一个花瓣盖子，这样一来既做到了美观，以后想要换轮圈款式应该也很方便。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方案呢？包括内饰的设计啊，虽然几万块钱的车，你肯定不能要求它有 Nappa 真皮是吧？这里全都是塑料，但是50毕竟是天天跟这些材料打交道的，说不定这些材料就是50拉过来的呢。他们太知道怎么样去利用这些便宜的材料了，用这些大塑料硬是营造出了一种精致感。像门板和中控塑料件上面喷涂的珍珠漆，和恰到好处的镀铬，还有大面积的仿皮和缝线，你说聪不聪明？可别小看这种设计功力啊！这种材料，尤其是镀铬，用好了就是高级，用坏了就是妥妥的油腻。还有就是宾果的仪表盘分辨率非常高，边框也比较窄，甚至我觉得这 UI 设计的比极氪001的都好看。虽然细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个车道显示居然是假的，纯只是为了美观。我现在打了个变道灯，正在变道，但是我的车呢，它一直在这条道上没有变过。这个显示的不会只是一张图片吧？啊，我觉得还不如小时候玩的那种汽车避障游戏机呢。不过你还别说啊，它该有细节的地方还是有的，比如说中间的小车是有真实显示效果的。你看啊，我踩刹车，它也踩刹车；我开门呢，它也开门。但是除了装饰上的巧思，宾果好歹也是一个50的车，那实用性不开玩笑。前排坐姿比较高，但是一点也不憋屈，方向盘的角度也可以调节，甚至因为有打通的通道，体感上面还觉得挺宽敞的。后排的空间只能说中规中矩，但是巨大的窗户、合理的窗线，加上并不沉闷的内饰，其实整个视野的感觉完全不压抑，非常的聪明。其他的小部件，像什么螺蛳粉挂钩这种广西黑科技都是小意思了。打开后备箱一看，嚯，还真就是个 SUV 呗，舒舒服服的躺下一个人。你看这边还有空位呢，我挪一挪，来，
它的这个续航里程里面有什么行李是它吃不下的？而且这后排还可以放倒，行李空间更是大到离谱了。还有宾果主副驾之间是完全打通的，这样在一些极限的情况下，我就能通过副驾的门出来了。这种圆形空调出风口也贼好用，中间的圆点非常直弯，哪里不动吹哪里。开车的时候也不用分心，现在能摸到一个实体出风口真不容易啊！盲操指数 max， 但是温度调节就有点诡异了，它不能按温度调节，只有简单的数字显示，数字越低就越冷。我觉得调到3就有点冷了，但是调到4呢，它又太热了，有点调洗澡水的那个意思了。而且天气热的时候，你想猛转一下就调到最冷，哎，不行，你得慢慢的一格一格的扭。不过当然啊，夸它其实也是基于它本到10万的售价，问题还是有不少的。我觉得有些还是值得改进的。设计师为了营造出内饰的立体感和层次感，导致我在触屏的时候，手掌会稍微被它的空调面板挡到。不过这也是为了好看做的一点点牺牲了。前排只有一个 A 口，手套箱有一点小，打数足足能放半瓶水。后排受限于空间，坐久了肯定是不太舒服。但是最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么适合女生的车居然没有化妆镜灯，就连隔壁的海鸥都有，这点还是要提出批评的哦。中控屏这边没有自动亮度，而且这台车好像没有歌曲暂停键，后备箱这种2段式的开启方式有点难受。关闭的时候也没有内部的扣手，握着外面关闭的话，多少有点容易脏手了。不过平心而论对于一台10万不到的车，这些小缺点也不算是什么硬伤，也没问题，不管了。这台改款之后，甚至还补上了 Auto Hold， 同样补上的还有车身稳定系统，最高时速能跑到130。更离谱的是，自动大灯、自动雨刮都能安排上。过几年，怕是大疆的辅助驾驶都要上这台车了吧？配色也多了3种：朝霞粉、浅湾绿，还有视频的清风蓝。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哎，话说啊，我也想对这台车动动手脚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或者是案例，也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哦。在开了一段时间宾果之后，这样一台不到10万的车，完全推翻了我的刻板印象。可能对于一台30-40万的车来说，探索更强的智能化，拓宽智能的边界是他们的本质。卷到飞天的各种智能化，以往高端车才有的空气悬挂，现在也司空见惯了。但总得有人把新时代的技术带到更普惠的产品上，而50宾果完成的非常优秀。甚至我说极端一点，如果把这个语音助手去掉，屏幕拆掉，在这个价位上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但50做出来了点到即止的智能化，恰到好处的装点，在包装之下没有丢失超强的实用性，应该没有人会反对，是一台好车吧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天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